Hello， 大家好，我是金。那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则新加坡本地的重大新闻，是在6月21日刚刚发生的，不出意外，又是和中共国人相关的。那有很多中共国的粉区呢，是叫我知黑啊，大家要注意了，我现在又开始知黑了啊。那这则新闻呢，是发生在6月21号，在新加坡的阿拉伯街的一个咖啡店里面啊。然后呢，在那个咖啡店的外面，有一名26岁的中国籍男子是拿旅行签证的，然后拿酒瓶砸向了一个他并不认识的4岁男童。那这一名男童呢，是和他的父母从印尼的雅加达到新加坡来旅行的，然后就在咖啡店外面被这个男子用玻璃瓶砸向了头部啊。那这个男童目前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新加坡的新闻并没有报道他这个男童的后续的情况，他只是说当时他被袭击之后呢，是很快被人带到咖啡店的厕所里面去呕吐了。那我个人的猜测是呢，可能这个4岁的男童在遭到玻璃瓶的袭击之后，他出现了脑震荡的情况，才会有呕吐的这个反应。那这一名26岁的中国籍犯罪分子呢，事后是被旁边的公众给集体的将他制服了。那这边呢，也要为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新加坡人点一个大大的赞啊！那新加坡人都是非常的热心的，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都是不加思索的，一定会施以援手的。那在旁边的人集体的帮助下呢，就很快的把这一名中国籍男子按倒在地，然后就报警了。在他们把这个男子按倒在地之后呢，这一名男子居然试图从他的随身包当中去拿出一把菜刀，一把30公分的菜刀，30公分呢，哇！就是很大一把刀啊，然后呢，警察就很快的把他抓捕起来了啊。大概的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子啊。其后，此犯罪分子的父母也是闻讯赶到现场，他们都非常的意外，说想不到他的孩子的随身包里面居然有一把这么大的菜刀啊。那我就不知道他这名男子的父母是在新加坡和这个犯罪分子一样是拿旅行签证，还是说在新加坡做工的人啊？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还需要警方去公布更多的消息啊。那这名26岁的犯罪分子被捕之后呢，不查不知道，一查就吓一跳，他居然是拿着旅行签证，然后在新加坡逾期逗留了49天啊。那我不知道他随身携带这么大的一把菜刀，他是不是涉嫌在新加坡逾期逗留，然后打黑工啊？那我个人的看法呢，如果他随身带一把菜刀，有一点点可能，他可能是在中共国人开的那种餐厅或者是食阁里面做厨师的，也是有可能的啊。还有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那就是他就是中共国输出型的张献忠嘛，就是报复社会、反社会性人格的人，也不排除这一种可能。那现在呢，是在等待新加坡的警方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呢，他现在已经被涉嫌了3个罪名啊，就是第一个是非法持刀，然后袭击这个4岁的男童，还有逾期逗留新加坡啊，那就会一并的告上法庭。那通过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和大家来展开的聊一聊啊。那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和中共国免签已经有1年零几个月了啊。那短短的1年零几个月当中呢，其实中共国人在新加坡已经制造出来了至少有3到4起命案呢，都是登上了新加坡的报纸头条了。那其他的就是各种低素质不文明的行为，就包括在新加坡的地铁撒尿啦，诸如此类的，就是很多类似的新闻就已经不胜枚举了。那这一例呢是非常的严重的。那我们都知道啊，新加坡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国家，犯罪率也是非常低的啊。那在新加坡是真的是很少能听到有人会突然在大街上无故的袭击一个
个儿童，他这样无缘无故的去袭击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4岁的男童，是真的让人非常的费解那有一种可能性呢，就可能是他的心理有问题，要么就是他就是一个张献忠所以说呢，现在新加坡随着大量的中共国人的涌入真的不如以前那样的安全了那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那就是此名男子呢是持旅行签证，然后在新加坡居然非法逗留了49天那我就不知道自从中共国和新加坡免签之后，还有多少这样的中共国人在新加坡非法逗留的。那我们都知道，在泰国和马来西亚是有很多，它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庞大，连官方都不知道有多少非法逗留的中共国人就是在那边打黑工的那新加坡这边呢，相对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法律和我们的移民厅的掌控能力是非常之强的。可是，在一个这样的就是非常严格的掌控非常强的一个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非法逗留的情况那说实话自从新加坡和中共国实施免签之后呢，那可能是在旅行方面的经济收益是上升了很多，可是呢，带来的社会上的问题、治安方面的问题，其实真的是比之前有上升很多。那即使说我们的部长之前有专门出来说自从实施免签之后，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犯罪率并没有上升但是呢，我觉得非常显而易见就是中共国人就是3天2头的就在新加坡登上报纸头条，制造类似这样严重的犯罪行为其实对新加坡人来说，对新加坡整个社会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劳命伤财的一个事情那随着有大量的犯罪分子的涌入，那肯定我们会花费在警力和各方面去维系我们社会治安的开销，肯定是会比之前要大很多的。还有其次就是呢如果说有更多的这种中共国的低端人口和犯罪分子长期的非法逗留在新加坡的话，其实对新加坡在国际上作为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来说，对我们的名誉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中共国和新加坡的相互免签的政策呢，似乎是永久的，它和马来西亚还不一样。那虽然说马来西亚又和中共国续签了5年的相互免签可是呢，人家是有一个年限的。而新加坡呢，却是永久性的大门大开那我相信呢，此类的低端人口犯罪分子呢，现在这样的情况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那随着中共国内部的经济持续的瓦解下去，失业率继续攀登，会有更多这样的人涌入到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的货币的优势，新加坡的工资的优势就有很多人会闻风而来，想到新加坡来淘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知道中共国人是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是唯利是图的，只要是能赚到钱，他们什么都愿意做的那所以说呢，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呢，新加坡和中共国的免签呢，其实对新加坡整体社会的治安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我是非常的担忧那也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会不会考虑去取消这个和中共国的相互的免签那我相信很多新加坡人也有这一方面的担心和忧虑。那也欢迎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你对这个新加坡和中共国实施永久性免签的一个看法。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